各位喜欢这种声音吗？那这种呢？或者是这种？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有自己最喜欢的一些声音，因为有些确实会给你带来一种舒适的感觉，让你越听越上头，甚至可以治疗你的情绪，舒缓压力，帮助睡眠。大家可以在弹幕里面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是什么声音。那么接下来请各位听一下这个声音，怎么样？有没有人觉得很好听的？喜欢的打个1，不喜欢的打个2。刚好做一个调查，因为这个结论就是和本期的这位杀手有关。没错，他十分迷恋骨折的声音，迷恋到什么程度呢？当最后一名受害者被找到的时候，他的四肢已经扭曲得像个橡胶人，而且脚趾也7扭8歪的。那么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1994年7月4日，14岁的克里斯·斯坦纳在威斯康星州巴拉布镇的家中失踪。据父亲回忆，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他看着克里斯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然而第二天早上6点15分，他准备去叫醒儿子的时候，克里斯竟然失踪了。很快，警方赶到了现场。起初他们怀疑是克里斯自己偷跑出去参加派对之类的，但父母表示怀疑，因为儿子刚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内心无比的期待。失踪前一天还特地嘱咐他们早上要喊自己起床，讲道理是不会擅自出门的。后来警方调查后发现，卧室里面有不少可疑的痕迹。首先，纱窗被划开了一个大口子，其次，屋内地毯上有大量泥泞的脚印，最后，外面露台的门锁被打开了。这很难不联想到克里斯是遭遇了绑架，还是说他临时变更计划偷跑出去玩了呢？在克里斯失踪几天后，父母既没有等到他回家，也没有接到劫匪电话，看来事情远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简单。果然，在6天后的7月10日，威斯康星河中出现了一具尸体，死者正是失踪的克里斯。经法医鉴定，克里斯没有外伤，而且在水中浸泡多日，尸体已经出现严重的泡发和腐败。最终，克里斯的死因被暂定为溺水。没有人知道这个男孩为何在大半夜失踪，然后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水中，警方也对此一头雾水。没想到在这座小镇上会发生如此离奇的案件，真是搞得人心惶惶。许多家长都警告自己的孩子半夜不许偷跑出去，以免遭遇不测。殊不知，他们的宝贝儿子很有可能也已经被添加到猎物的名单当中。1年之后的1995年7月29日，13岁的萨德·菲利普斯正在沙发上面睡觉，迷迷糊糊当中有人把他抱了起来。萨德以为是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要把他送上床去，就没有在意，继续昏睡了过去。可当萨德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旁边还有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不过这个男孩看上去非常友善，他自称是乔·克拉克，还不停地说话来缓解萨德的恐惧。此时萨德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在听说了自己的好几个朋友也都参加了在他家举办的派对时，萨德毫不犹豫就跟着男孩回家了。与此同时，萨德的父亲在凌晨4点起来后，竟然发现儿子不见了，也不在家里的任何地方，于是赶紧就报了警。和去年的案件一样，萨德没有主动离开的理由，要说绑架，也没有等到绑匪现身。离奇的案件再次上演，难道又要重蹈覆辙了吗？在两人回到家后，乔询问萨德要不要一起去楼上看很酷的模型车，萨德想都没想就紧跟其后。然而当他刚上楼，乔就露出了可怕的一面，他一把抓住萨德扔到了床上，用力地扭着他的脚踝，一瞬间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出现了。萨德大喊大叫，立刻从床上跳起来，不顾一切地想逃跑，可是哪有这么容易？由于脚踝受伤，萨德只能拖着断腿跑下楼，但很快就被乔抓了回去。接下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直到萨德再也无法挣扎。事后，乔把萨德扔到了楼下的沙发上。此时的萨德满脑子都是逃跑，他甚至想和乔谈条件，只要把自己放了，绝对会将此事保密，就说是撞到桌子上了。可是乔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自己信吗？”任凭他如何苦苦哀求，乔都不为所动。当被问起伤害他的理由时，乔说自己就是喜欢听到骨头被折断的声音，那种手感简直是太棒了。不仅如此，在言语之中，乔也透露自己并不是第一次干这事了。在绑架期间，萨德简直是度日如年，因为这个乔似乎有2副面孔，一有不顺心，他就会拿萨德撒气。就比如乔的车子不知怎的发动不了了，
他就气急败坏，从外面走进屋子里面，狠狠地把萨德揍了一顿。在这次袭击中，萨德的腿又被扭断了，膝盖也都裂开了。可这些还不够平息乔的怒火，他最后还跳到了萨德的胸口上，简直就是把人往死里整。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几个小时后，乔又会像没事人一样，用袜子和绷带给萨德包扎伤口。不仅如此，乔还会和萨德谈天说地，把他抱到楼下沙发上一起看电视，好像之前的坏事都不是他干的一样。有时候乔还会聊自己的房子、车子，还有同居的兄弟和女友，对待萨德客气的就像是亲兄弟一样。可能会有小伙伴说，为什么萨德不趁机逃跑呢？实际上他已经尝试过好几次了，但因为腿脚不便很难实现。有一次萨德趁外面没有动静了，于是忍痛拖着断腿下楼，可没想到乔带着朋友突然回到了家，萨德只能设法躺在厨房里面等待时机。可上天并没有眷顾他，朋友离开后，乔无意间瞥到了厨房里有人，他瞬间勃然大怒，又把萨德拖上楼梯，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事实证明，每次被抓回来，萨德都将面临更为残酷的折磨。发怒的乔实在是太可怕了，他好几次都用枕头盖住萨德的脸，令他窒息，让他求饶。有一次，乔还警告他，再敢逃跑，自己就会杀了他。就这样，萨德每天都过着忍饥挨饿，时不时还要被挨打的日子。双腿骨折的地方已经多到数不清了，因为一些内伤，萨德经常会出血，怎么止都止不住。然而他还不想放弃，在被折磨了43个小时之后，萨德决定再次设法逃跑。当时乔准备出门参加化妆舞会，因为他认定萨德已经没有办法逃出去了，于是就把他关在了2楼卧室的壁橱里。听着外面没有了动静，萨德在漆黑的隔间里面摸到了一把吉他，于是用它砸开了壁橱门。此时的萨德都不知道自己断了多少骨头，只有手和胳膊勉强能够用上力，但也是非常痛的。他用胳膊和手每挪动一步都精疲力尽，好几次都痛得差点晕了过去，奄奄一息。短短的路程，萨德不知道爬了多久，最后终于爬到了楼下厨房，设法摇动电话，直到听筒掉下来。萨德拨通了911，告诉他们自己发生了什么。警察都惊呆了，立刻赶到了乔的家里，救走了萨德。在医院里面，萨德的伤真是让人触目惊心，他的四肢已经完全骨折，扭曲的像个橡胶人，脚趾也已经7扭8歪。不仅如此，他的肋骨断裂并伴有大量淤伤。令人后怕的是，医生断言萨德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内出血，如果再晚送去几个小时，可能已经没命了。趁着清醒，萨德还提醒警察，他曾亲耳听到乔承认自己用类似的手法伤害过另外2名男孩，其中一个似乎叫做克里斯，希望能够对破案有所帮助。在萨德获救后，警方立刻逮捕了年仅17岁的乔，并搜索了他的房子。果然，警方找到了一本笔记本，上面列出了10几个当地男孩的名字，有一个专栏上还赫然写着 Leg Thing， 有关于腿的事，而那一栏的男孩都是乔潜在的目标猎物。然而，被逮捕后的乔显得吊儿郎当的，他只承认自己带走了萨德，但后面的事情都不记得了，更不知道萨德的伤是哪来的。不得不说，乔可真的是个变态虐待狂。为何是变态呢？因为有的时候他会突然成为萨德的朋友进行悉心照料。萨德被救时，断腿上的白袜子已经绑了好几层，而且警方还找到了一副自制的腿支架。乔不仅帮萨德戴上，还强迫他在屋子里面走来走去，而这一切就是为了让萨德加速恢复，从而能够让乔继续虐待他。根据萨德的证词，在他之前还有2名受害者，但自己只想起来一个人的名字，克里斯。警方立刻联想到去年失踪的14岁男孩克里斯，而当时法官暂且把他的死因定为溺水。为了验证这一点，警方挖出了克里斯的尸体进行检查，果然他脚踝上的伤口和萨德的一模一样。由此推断，克里斯被折断双脚后无法游泳，然后被乔扔进水中溺死了。但乔却始终不肯承认，也不肯透露还有一位受害者的身份。离谱的是，乔的母亲在法庭上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因为克里斯去世的那天晚上，他声称没有听到乔离开家的声音。可是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乔经常会趁着母亲睡觉的时候溜出去，只不过没有被发现罢了。换句话说，如果乔的母亲经常出门，更是让他有机可乘，受害者的人数也绝对不止这些。在这里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这位母亲实际上是乔的养母，她是被收养的孩子。由于亲生母亲在怀他的时候仍然沉迷于毒品，在生下孩子后就把他送走了。有研究报告显示，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吸毒的话，会导致自己的胎儿出现严重的认知、发育和情绪紊乱等有害影响。显然，乔的精神状态异于常人。据昔日同学作证，乔以前在学校里面就曾折断过同学的手指，他喜怒无常，经常以施暴为乐，搞得同学们都很害怕他。在萨德被虐待期间，乔却仍然像往常一样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他可以和萨德好的无话可说，可一旦暴怒了，就会变换人格，像一个疯子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癖好，不把萨德当人看。
而最值得庆幸的，莫过于萨德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撑到了得救的那一天。但想要恢复正常的活动能力，未来想必还要进行多次手术。最终在1997年11月7日，乔被判处了1级谋杀罪，面临无期徒刑。到此，这位碎骨杀手的犯罪生涯画上了句号。据说后来那些被列入乔的猎物清单的男孩们都吓坏了，如果萨德没能逃脱的话，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自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不小心脚趾撞到或者扭到都疼得不行，更不要说被活生生的折断，真的是无法想象萨德当时的无助和绝望。当然，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千算万算也算不到自己会遇到拥有如此癖好的变态。你的癖好可以接地气，但不能接地府。除了不能影响他人之外，更是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等到你真的玩过火了，等待着你的也就是无穷无尽的深渊。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不用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1988年10月23日，佩吉·卡尔和女儿在当地的一家餐馆工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佩吉经常抱怨自己胸口疼、四肢麻木，尤其是腿疼得特别厉害。女儿得知后，便让佩吉赶紧回家休息。然而回到家后的佩吉躺在沙发上面就再也没有力气起来了。儿子看到后立刻把他送去了医院，可尽管佩吉有明显不适的症状，医生就是查不出原因。保险起见，佩吉在医院待上了3天，大大小小的检查都做了个遍，也还是一无所获。这个时候医生推测，或许是内心焦虑导致的植物神经紊乱，外加佩吉觉得症状有些好转了，于是就出院回家。可是到了家后，佩吉的脚又开始莫名其妙的疼了起来，这次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家人见状又把他送去了大医院。然而怪事一桩接着一桩，在此过程当中，佩吉的2个儿子也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手指刺痛，脚有明显的灼烧感。几名专家在查看了佩吉的病历后，怀疑他们一家是中毒了。与此同时，佩吉的病情开始恶化，他大把的掉头发。见此症状，医生立刻联想到一种可怕的东西，那就是他中毒。它是一种无色无味的重金属物质，毒性远超铅、汞。当人体摄入含它的化合物后，会引发肌肉萎缩、供给失调以及不可逆转的神经病变。以前它主要是用来灭虫灭老鼠的，后来由于担心被人误食产生剧毒，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被禁用了。为了彻查病因，专家把佩吉的尿液样本空运到了亚特兰大的实验室，果然结果出来了，佩吉体内的铊含量是正常数值的2万倍。2个儿子的检查结果也都呈阳性，但含量相对较少。专家们非常惊讶，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佩吉，这种情况属实罕见，基本可以确定是人为投毒所致。可佩吉想了半天，始终想不到会有谁，而且厌恶他们到这般田地。可怕的是，佩吉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大量的铊在他体内停留了太长时间，再进行治疗已经为时已晚。到后期，佩吉只能简单的用手势进行交流。到了第2年3月3日，在中毒4个月后，佩吉离世。自从检查出他中毒，医院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中毒事件，于是就报警寻求帮助。经过警方调查后得知，佩吉是在1988年1月搬到佛罗里达州阿尔图拉斯小镇的。她的丈夫名叫佩卡尔，两人是重组家庭，当时共有4个孩子跟他们一起居住。小镇生活安静惬意，没有这么多社交，更何况他们搬了还不到1年，结仇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与此同时，调查人员检查了卡尔一家的房子，包括了水井，都没有检测到他成分。后来厨房柜台下面的8瓶可乐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其中4瓶已经全部喝完，果然经过检测，那4个空瓶确实有他的痕迹。这下坏了，如果是大范围的对商品投毒，那受害者绝对不止这一家人。考虑到这一点， FBI 也介入此案。根据可乐瓶上的批号， FBI 追踪到了生产地点和时间。可口可乐的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来都没有收到任何中毒报告，更没有人威胁要投毒。确实，反过来想，若真是随机毒死人，这么多瓶毒可乐就不应该集中在一起，而是会分散到各个地方。然而，经过实验室的对比，他们发现未开封的可乐瓶中也含有它，而且还留意到瓶盖有某种工具的细小痕迹。这意味着在购买了这些正常可乐后，是有人小心翼翼地取下瓶盖进行投毒的，然后又设法恢复成原样。就连技术人员都感叹，这是一项非常精致而耗时的工作，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奇怪的是，卡尔一家竟没有人记得有买过这些可乐，因此调查人员认定是有人故意打开了这8瓶可乐，投毒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放进了他们家的厨房，而他的目标就只有卡尔一家人。起初，根据警方多年的办案经验，他们最先怀疑的人就是出差在外的丈夫佩，因为他们的婚姻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佩并不忠诚，佩吉隐约知道了一些事情，为此他们吵过很多次。
包括这次出差，佩吉甚至都怀疑他是不是出去私会了。更可疑的是，在事发前，佩刚给全家买了不少保险，难道是想杀妻骗保吗？不过后来检测结果显示，佩和自己的亲生儿子也都有他中毒，所以丈夫的嫌疑自然就被排除了。另外，佩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原来在事发4个月前，卡尔一家曾经收到过一封危险信，信中写道：2周之内你们家必须搬出佛罗里达州，否则都得死。这不是在开玩笑，当时大家都以为是有人在恶作剧，这事就没有下文了。正因为这封未署名的威胁信，警方才扩大嫌疑人的搜索范围，开始盘问起周边的邻居。乔治·特雷帕尔和他的妻子戴安娜离卡尔一家非常近，他们两家甚至都共用一口井。通过初次盘问，警方几乎就能认定乔治就是最大的嫌疑人，因为警方问了这么一句话：你觉得为什么有人要害卡尔一家？而乔治的回答是：也许是想让他们搬家吧。可是明明除了警方之外，没有人知道这封威胁信的内容。另外，受到询问的50多人都没有提到搬家这一字眼。乔治的回答就刚好对上了，难道就只是巧合吗？要知道，他们所住的阿尔图拉斯小镇很小很安全，当地的住户几乎都不会锁门的，也就是说，谁都可以走进别人家做手脚。然而在询问过程中，乔治表现异常，说话有点结巴，还不敢与警察有眼神上的接触。他声称自己每天都会陪妻子去上班，对他这种东西是一无所知的。可是警方的调查结果却完全相反，乔治平时要么是一个人待在家里，要么就是去自己办公室，他很明显是在撒谎。那么这个乔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外表来看，这个男人身材矮小，戴着厚厚的眼镜，平平无奇，看不出任何攻击性。大学期间的乔治专攻的就是化学专业，而且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用自己的学识进行作案。据说有一次，乔治发现有同学趁他不在的时候偷偷来过自己的宿舍，他并没有直接警告人家，而是在门把手上涂了一种可以被皮肤吸收的致幻剂，给它的颜色瞧瞧。还有一次，乔治和朋友去公路旅行，他事先准备了一些藏有毒性的饼干和甜点，专门就是给那些搭便车的人吃的，为的就是观察他们的反应。后来在1975年，乔治因经营甲基苯丙胺实验室被逮捕，面临3年的监禁。可明明乔治精通化学，还合成过冰毒，在这过程当中会用到他却故意说自己不懂这些。出狱后，乔治与戴安娜相识于门萨俱乐部，没过多久两人就结婚了。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进入门萨俱乐部的标准就是智商要高达148以上，也就是说这对夫妻其实是高智人群。这对高智商夫妇还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疯狂热爱犯罪题材的作品。每到周末，乔治和戴安娜就会组织其他门萨会员们一起玩谋杀之旅等悬疑游戏。尤其是乔治，他自称是破解犯罪现场的专家，每次搞活动他都会精心策划一场凶杀案，从中设计各种线索，引导玩家破案。可没想到，卡尔一家的到来打破了这对夫妻平静的生活。由于这两家离得特别近，产生了不少摩擦。最主要的矛盾就是戴安娜嫌卡尔一家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就比如收音机、狗叫、鞭炮声等等。但情况本没有这么糟糕，可偏偏妻子戴安娜就是看不惯。而护子心切的佩吉经常会帮着孩子们争辩几句。在卡尔一家眼里，戴安娜就是个非常难搞的女人，暴躁易怒。反而丈夫乔治人很好，经常会和他们打招呼。可实际上，乔治只是更擅长伪装罢了。他内心对卡尔一家的厌恶只多不少。就在佩吉发病前几天，戴安娜又骂上门了。她站在门口大喊大叫，咒骂卡尔一家，而佩吉却认为她就是在无理取闹，污蔑他们制造噪音。最后，戴安娜放了一句狠话，便扬长而去。1988年12月，苏珊·戈雷克被派去做卧底接近乔治。起初他只是监视乔治的日常生活，以此寻找合适的机会。到了第2年4月，也就是佩吉去世后的1个月，乔治和戴安娜又着手举办了周末派对。他们还在报纸上打广告，邀请别人一起来破案。这对苏珊来说是绝好的机会，她立刻写信给乔治，声称自己初来乍到，没有什么朋友，特别喜欢这种高智商的挑战游戏，希望能够加入。很快，乔治给了他一张参加活动的登记表。更让苏珊震惊的是，这次周末活动的案件，其中许多内容都与佩吉中毒的细节如出一辙。在卧底过程中，苏珊化名为雪莉。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卧底，他自然懂得该如何说话，保持距离，才能不让对方起疑心。果然，乔治并没有对他有所防备，再加上戴安娜平日里工作很忙，所以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也不少。乔治和雪莉经常会碰面，雪莉甚至会被邀请到乔治家中做客。不过，虽然乔治看上去呆呆的，但他人很谨慎，从未透露过任何与他中毒有关的线索。为了引蛇出洞，雪莉向乔治抱怨丈夫非常的蛮横，她有点想离婚，但担心什么都拿不到。而乔治表现的则异常冷静，还建议雪莉勒索丈夫，好让自己能够分割到更多的东西。另外，乔治还开玩笑说道，可以在 FTD 一个专门订购花卉的网站上购买有毒的花，好好照顾自己的丈夫。
显然卧底工作初见成效，乔治已经不会在雪莉面前避讳一些敏感的话题了。然而在一段时间过后，乔治还是没有露出蛛丝马迹，雪莉有些力不从心了。要知道他为了这份工作严重忽视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同时也颇有怨言，可敌人太过于谨慎，雪莉急需要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功夫不负有心人，乔治告诉雪莉，妻子的诊所要迁搬，他们要跟着一起搬家了，准备把现有的房子给租掉。雪莉听后欣喜若狂，她再次抱怨与丈夫不和，想分居一段时间，询问乔治能否直接把房子租给她。果然乔治满口答应。与此同时，犯罪现场技术人员已经等待多时。当雪莉假意完成搬家后，他们立刻投入工作。果然，乔治的车库里面有大量的化学物质，但在初次检查中，技术人员并没有发现它。所有人都非常的失望。这时候的苏珊非常挫败，1年多的卧底工作难道就要打水漂了吗？她不甘心，不惜铤而走险，再次约了乔治。见面之后，他表现得非常慌张，假称有侦探上门调查一起中毒案，自己很是担心。果不其然，强装镇定的乔治突然破防，他一改往日的彬彬有礼，没说几句就让雪莉闭嘴。过后，乔治还解释一番，我不想成为嫌疑人而已，那会很麻烦。这次见面过后，雪莉紧跟着乔治，想看他会不会有所行动。不过局里传来了好消息，技术人员在一个空瓶内的残留物中检测到了硝酸铊的痕迹。最终，警方逮捕了乔治，并指控他犯有一项谋杀罪和7项投毒罪。在他的家中，警方搜到了不少好东西，就比如化学书、警察手册、瓶盖机、实验设备、脚铐、手铐、鞭子等工具。除了这些，他们还在乔治家中发现了一本小说《苍白的马》，其中的故事情节就是围绕着用它下毒展开的。1991年3月6日，在佩吉死后2年，乔治终于被判处死刑。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即使是高智商犯罪，也总有疏忽的时候。如果没有苏珊坚持当卧底，恐怕永远都不会将罪犯缉拿归案。这起他中毒的案件也终于告一段落。相信各位在了解完这个故事之后，都能对身边的人加以防范。就算他只是你的邻居、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闺蜜，任何产生摩擦的事情，能让步的尽量不要去较真，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一个人内心的阴暗面到底有多么的恐怖。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曾经有一个男人被铁棒死死地钉在天花板上，死相惨烈。更可怕的是，起初并没有人发现他的踪迹，因为他的尸体神似一团电线吊在天花板上，黑乎乎的，让人难以分辨。这不是一个恐怖传说，也不是电影情节，而是发生在61年前的一场真实事故。没错，大家最喜欢的核题材又回归了。本期的死者是一个核反应堆操作员。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自从美国向日本投下了2颗原子弹后，全世界都见识到了核武器的威力，美国也就一直致力于对核能的研究。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苏冷战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其实在这期间，美国在核电站建设方面还是稍微落后于苏联和英国的。为了打破这一僵局，美国决定率先在爱达荷州建立一个核研究的试验点，了解并更好地利用核能，从而产生更多的能源。起初一切都还很顺利，只要等到核反应堆建好，就可以取代柴油发电机和锅炉，以此大大降低了美国的军用成本。而 SL1 就是今天的主角，它是一种实验性废水反应堆，使用了 93.2% 的高浓缩铀作为燃料。由于反应堆会一直处于高温状态，所以一整个都泡在水里，并且会进行自动水循环。循环水系统以每平方英寸2100千帕的压力运行。虽然结构看似繁琐，但也确实为偏远军事设施提供了核能电力，表现非常出色。然而，它只平稳运行了2年多，就给美国陆军狠狠地上了一课。1961年元旦假期结束后，关闭了11天的 SL1 反应堆需要重新启动。1月3日晚上9点左右，3名陆军陆续到达反应堆准备进行工作。此反应堆是通过放射性元素的核裂变释放出的热能，然后加热水煮沸后产生高温高压蒸汽，驱动蒸汽轮机，最后蒸汽轮机则带动发电机来发电。在这过程当中，操作员可以使用一种控制棒，它通过吸收反应堆核心当中自由流动的中子，从而控制裂变的速度和强度，而问题就恰好出在这里。要知道，重启反应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多个步骤，缺一不可。当晚站在 SL1 反应堆旁边工作的3名陆军操作员都只有20多岁，他们分别是27岁的麦金利 A 和22岁的金伯斯 B 以及26岁的莱格 C。起初 A 和 B 站在同一边， C 独自站在反应堆圆柱体顶部，他们的任务是将一根38公斤的控制棒从反应堆当中撤出。而当 B 开始作业的时候，控制棒出现了偏移，一瞬间意外便发生了。反应堆的核心由于控制棒撤出，随即过热，造成了严重的蒸汽爆炸。
根据专业人士的推测，这是由于操作员对控制棒移动的过快，手动撤出了至少50厘米。要知道，再撤出40厘米就已经足使反应堆临界。而反应堆临界，简单点来说就是中子产生和消失的平衡状态。一旦超出了这个临界点，就会产生强烈的中子辐射。这种辐射往往是非常致命的，它所产生的热量足以融化反应堆当中的材料，而高温又与容器当中的水相互作用，形成了蒸汽爆炸，促使堆芯上方的水位迅速上升。这种快速沸腾的力量又将反应堆推高了将近3米的距离，最后被天花板挡住。然而，这一连串反应就发生在一瞬间，甚至都不能按秒计算，仅仅在4毫秒内，整个爆炸就发生了。随后，水和蒸汽的喷出，把 B 和 A 撞在了水泥墙上，前者当场死亡，后者身受重伤。而当时站在反应堆圆柱体顶部的 C 最为悲惨，容器顶部的7号屏蔽塞直接炸出，巨大的力量促使铁棒刺穿了 C 的身体，从他的腹股沟进入，再从肩部穿出，整个人同时也随着铁棒一整个都钉在了天花板上。就在这个时候，反应堆大楼的警报拉响了，响应小组在几分钟内到达了大楼外面。不过这个时候的救援人员并没有如临大敌，因为从外面来看一切都很正常，而且当天早些时候已经发生了2次误报，所以更没有当回事。他们进入大楼之后，发现休息室空无一人，桌上放着3杯热咖啡，旁边还挂着3件夹克。但当他们进入反应堆控制室内后，辐射探测器立即显示出高剂量辐射水平，他们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了，立刻撤退上报了情况。由于存在大量辐射，医生建议救援人员分批进入设施当中，停留时间每人每次不能超过1分钟。就这样，救援人员率先在碎片残骸当中发现了2名操作员。此时的 B 已经没有了脉搏，宣布当场死亡。A 还活着，他躺在地上无助地呻吟着。救援人员好不容易才把他送上救护车，医生简单处理了伤口，发现他的头皮已经出现了弥漫性出血迹象，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果然，在晚上的11点14分 ，A 也没有了脉搏，在救护车里面宣告死亡。另外一边，救援人员在寻找第3名操作员，由于天花板处于视野盲区，大家怎么都找不到 C， 大概找了40分钟，才发现 C 被钉在了头顶的天花板上。此时的情况有些棘手 ，C 的遗体已经是高危放射性物质，救援人员要如何在保证自身的安全情况下处理掉他的尸体呢？经过长达4天的讨论计划，一个由10名陆军组成的团队准备进入现场，处理污染最严重的第3具尸体。按照规定，他们每人暴露的时间不能超过65秒，先得用长杆末端的钩子将尸体从7号屏蔽塞上拉下来，再放在1.5米乘以6.1米的担架上，最后将担架连接到建筑物外的起重机上， C 的尸体才算真正处理完毕。不管怎么说，这3具尸体都被严重污染了，一部分身体部位只能和其他放射性废料一起掩埋在现场，其余的残骸则被安葬在铅秤里面的棺材中。但在这之前，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提出将派遣1名病理学家及其手下进行必要的尸检。据了解，尸检团队共有5名成员，每人的最大辐射剂量必须低于 3.7 拉德，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物理学家。通过此次尸检，除了识别遗体之外，还要搜索任何此类伤害性死亡的信息。根据尸检报告显示，这3名遇难者的头部接受了大剂量的中子辐射， A 的身上有多处爆炸伤，还包括了右脸和左手撕脱，头皮、左脸、肩部和左腿多处撕裂伤。最重要的是，头皮半圆形裂伤下方皮下组织有弥漫性出血，再一次说明 A 在事故发生后短暂的存活了一段时间，而 B 则是遭受了重度爆炸，伤口包括左臀部、下背部、左大腿上部、左小腿、右腘窝肌肉和软组织撕脱，以及多处严重挤压伤。最后是 C 的尸体，死相最为惨烈，他的左腿几乎被完全切断，双手悬在手臂上面，整个面部已经被压伤，颅骨的顶部也被割开，光是看示意图就能明显感受到整个身体遭受了大量的破坏。据推测，事发时 A 是离得最远的，所以受到的爆炸伤害也是最小的，是受伤最轻的一个，而另外2个都被严重炸伤，尤其是 C， 他当时的姿势应该是低头蹲着，双手垂在脚踝附近，这样的姿势也就基本满足了外伤的分布。爆炸穿透腹部的同时，破坏了所有的内脏。在这次事故当中，除了3名遇难者之外，还有部分参与救援行动的人暴露于辐射当中。那些参与回收或调查的人员并没有受到影响。好在辐射污染主要局限于建筑物内部，并没有造成广泛的影响，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那在本起事故当中的控制棒为何会偏离反应堆的堆芯呢？大部分人都认同的说法是，由于控制棒是镉铝合金材质，长期使用容易被腐蚀或者出现扭曲的情况，而操作员在手动控制的时候，它突然卡住了，于是一个下意识的猛拉，不经意间就导致了控制棒的严重偏离，从而引发了事故。这确实很有可能，因为反应堆的操作员基本上都是从陆军里面培养出来的，虽然会有日常培训，但这3名操作员也不是什么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出身，所以很有可能压根就不了解手动操作实际上有多么的危险。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相当离谱的推测，那就是自杀理论。他们猜测 B 的妻子出轨了，并且对象就是自己的同事，在结束假期的前一天，两人见面分外眼红。B 被搞得心烦意乱，干脆制造意外，同归于尽。这一猜想还被流传得有模有样的。当然，这个推测遭到了很多人的抗议，如此虚无缥缈的谣言太不尊重遇难者了。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这是军方的惯用招数，故意放出一些胡说八道的谣言，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从而弱化自己的责任。后来在1989年，美国海军爱荷华号炮塔发生了爆炸事故，47人在实弹演习当中丧生。明明存在显而易见的维修问题，而且管理演习的人又严重失职，但是他们反而编造了一些类似关于水手被通讯录爱人给抛弃的花边新闻，掩饰自己的无能。其实整件事情从头到尾就很疯狂。首先 A411 反应堆设计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军事基地对发电机的依赖，将其部署到偏远的基地当中。但高科技给你弄好了，就是不给你配备一个维修技师，出现了什么问题就自己琢磨吧，好像看上去也没有这么难。但那些半路出事的陆军士兵要怎么才能精确无误地进行手动控制？一次两次可能侥幸成功，但并不能够保证每次都很幸运，只能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大家想象一下 ，A 在最后的时刻其实还是有意识的，他肯定试图尖叫求救，但已经没有了力气。他很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即使这次侥幸的活了下来，致命的辐射也会影响他的一生，或许死亡也是一种解脱。后来 A411 的清理工作至少持续了10个月，最后全部被拆除，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核反应堆事故。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